世界上最懒的动物，7年交配一次，10年不吃不喝，动物园为何没灭绝？在危机四伏的自然界中，大多数动物能够生存下来，都费尽了全身的力气，无论是捕食者还是被捕食者，都用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延续自己的种群。然而有一种动物却成为了例外，它们完全无视了动物界的内卷现状，反而过上了佛系的生活。不仅能够连续10年不吃不喝，就连交配繁衍都是随缘进行。平时没事的时候，它们动都懒得动。然而就是这样一种懒到极致的动物，却拥有着长发上百年的寿命，它究竟是何方神圣呢？这是一种名为动物猿的神奇物种，它们从外表上来看，与我国传说中的龙十分相似，因此也有传言称动物猿就是龙的后代。甚至在网络上还流传出了真龙的图片，引起了网络上的轰动。但是最后还是被扒出来，照片并没有真实性，属于合成图片。这种说法也就不攻自破了。从18世纪开始，人们就展开了对动物园的研究。然而这项活动刚开始就受到了极大的阻碍，因为在人们观察动物园的过程中，发现连续10年的时间，它都没有进行过大幅度的运动，并且长时间保持着静止的状态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动物园该如何维持自己的生活所需呢？其实正是因为在动物园居住的环境中，适合它们使用的食物非常少，而大幅度活动又会快速消耗体内的能量，因此为了能够在缺乏食物的环境中生存下去，动物园就只能通过停止运动来减缓新陈代谢的速度。这样一来，它们就能够长久的生存下去。动物园能够连续10年不吃不喝，那么它们又该如何进行交配呢？在专家对动物园的研究中发现，它们交配的频率非常低，大多数情况下7、8年才能够进行一次交配，有时候甚至需要经过12年的时间。更重要的是，动物园与其他动物不同的是，它们并没有固定的发情时间，一年四季任何时候，只要它们愿意，就都能够进行交配。虽然动物园平时比较佛系，但是在繁殖期的时候却会性情大变，雄性开始变得好动，为了自性异性进行交配，它们会用自己的尾巴不断地敲打水面，从而发出想要交配的信号。如果雌性对它们感兴趣，就会主动靠近它们的身边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动物园交配并不需要进行直接的接触，雄性一般会将自己的精液排出体外，而雌性则会用自己的生殖气口将其吸入，从而完成受精。在雌性动物园成功受孕以后，它们会将卵产在地上，然后继续照直到动物园幼崽成功被孵化。动物园的交配以及产卵都是十分罕见的场景，从专家们对其进行研究开始，一直到2016年才第一次见到动物园产下的卵。在波斯托伊纳溶洞中，专家们发现了60枚动物园的卵，但是存活下来的只有24只。如此看来，动物园不仅是交配比较困难，就连幼崽的存活率也不是很高。为什么如此佛系的动物园到现在依旧没有灭绝呢？按理来说，像动物园这种生物，应当早早的被物竞天择、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所淘汰。但是令人震惊的是，它们却依旧错过在自然界中。动物园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呢？在千百年的进化过程中，长时间生存在昏暗地区的动物园直接抛弃了自己的眼睛，并且可以通过身体上的其他器官来感知周围的环境。更重要的是，动物园长期生活在固定的环境中，已经完全适应了这样的生存模式，并且根据专家们的研究，动物园体内产生了基因突变，使它们的衰老速度极其缓慢，导致其能够存活上百年的时间，并且在它们生长的过程中，繁衍后代的能力并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失，所以即使它们繁殖缓慢，但依旧能够不断扩大种群的数量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动物园生存的地方无法满足大部分动物的生存需求，因此动物园基本不会面临天敌的侵扰，生存环境十分安全。只是长时间在这种不见天日的环境下生存，动物园已经无法适应其他的环境，如果强行将其带出舒适圈，就会给它们带来十分严重的伤害。尽管动物园现在依旧存在，但是随着人们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以及对水资源的污染，动物园的生存环境也遭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。所以为了防止动物园走上灭绝的不归路，保护环境才是重中之重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